800公斤野牦牛冲进牛群，只为寻找配偶。失败后恼羞成怒攻击牧民。自然界中的生物种类多样化，不同地区生存着的动物种类也各不相同。在我国的青海地区，牦牛算是一种最常见的动物，几乎牧民们家家户户都会饲养几头家养牦牛。除此之外，野生牦牛种群同样也分布在这里。虽然绝大多数时候，野牦牛和牧民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时期，野牦牛也常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范围中。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在2022年的时候，青海一牧民正在家附近的草原上放牧，原本惬意安详的生活却被一个不速之客彻底打破。由于让牦牛吃饱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牧民便放松地在一旁休息。只不过还没有等他坐下，便看见不远处有一个黑色的身影逐渐靠近牦牛群。等他确定黑色身影的真实身份后，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一头体型庞大的野牦牛不由分说地挤进了原本和谐的牦牛群中，对着母牦牛不停地献殷勤。这时牧民才意识到，这头野牦牛可能是来寻找配偶的。这种情况在当地并不罕见，不过由于野牦牛脾气不好，很容易做出伤人的行为，牧民并不敢轻易上前阻拦，只能默默地在一旁祈祷它能够自己离去。然而母牦牛似乎都不太愿意搭理这头野牦牛。接连受挫的野牦牛突然开始发狂，环顾四周之后就冲着牧民所在的方向飞奔过去。牧民遭到野牦牛攻击，他究竟能否躲过一劫？牧民原本只是在一旁默默观察，却突然看到野牦牛朝着自己的方向飞奔过来，他顿时感觉到情况不妙，只能撒腿就跑。牧民原本认为野牦牛如果能和家牦牛交配生下后代，说不定还能够买个更好的价钱，没想到受挫后的野牦牛脾气竟然如此之大。只不过牧民的体力有限，就算是他跑得再快，也比不过野牦牛的4条腿。无奈之下，他只能逐渐放慢脚步，再寻找其他的办法脱身。突然他看到前方有一个1米多高的牛粪堆，于是便加快脚步躲在了粪堆后面。野牦牛看着突然消失不见的牧民，也感觉到十分疑惑，而他们的嗅觉受到了牛粪的影响，所以无法确定牧民的位置，只能够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去。牧民躲了一会之后，确定野牦牛已经放弃攻击自己，才匆匆赶回放牧的地方，将自家的牦牛群带回家中。不过经过牧民仔细检查之后，却发现有几头母牦牛不见了身影，大概率是被野牦牛拐跑了。不过此时的他并没有心情前去寻找，能够保证自己不受伤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了。既然如此，那么牧民面对野牦牛的时候，为何不随身携带能够保护自己的物品呢？对于很多牧民来说，在放牧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随身携带武器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由于野牦牛属于我国保护动物，如果有人对它们造成伤害，那么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因此牧民面对它们的时候，只能够尽可能的选择躲避，而不能发起攻击。再加上野牦牛的体型原本就比较大，就算是牧民选择与它们正面交锋，也未必能够全身而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躲避算是最好的选择。为何野牦牛会选择下山寻找配偶？难道它们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按理来说，雄性野牦牛选择配偶的时候，一定会从同类中的异性下手，但是它们却选择下山与家养牦牛进行交配，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的大的部分动物在进入发情期后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竞争才能够获得交配的权利，野牦牛同样也不例外。不过它们在与同类的打斗中一旦失败，想要寻找配偶就成为了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此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及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它们就会放下身段，主动下山寻找家牦牛进行交配。既然如此，那么野牦牛和家牦牛是否属于同一品种？它们的后代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要知道，野牦牛与家牦牛相比，身体内充满了野性，并且它们属于同一物种，并不存在着生殖隔离。这样一来，野牦牛和家牦牛也能够十分轻松地繁育后代。只不过它们生下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双方身上的特点，尤其是野牦牛难以驯服的野性，更是在幼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由于它们的性格并不温顺，如果牧民将其饲养长大，也是有可能遭到攻击的。尽管如此，碍于野牦牛的身份比较特殊，牧民们也只能顺其自然，祈祷能够平安度过这段时间。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曲普文新征稿了。